性能向着6代机靠拢的 F-35近期又完成了一项突破，新研发的增强型动力和冷却系统让 F-35的性能翻上1倍，尤其是其冷却速率是 F-35现有系统的2.5倍，它或许会成为美空军未来所有5代机或 NGAD 6代机的冷却系统，在大幅提高美空军战机战力的同时，继续领跑全世界。为什么要研发这套新系统？它又能起到哪些作用？F-35我们熟的不能再熟了，它有一个明显的缺点，就是载弹量偏少，内置弹仓的容量只允许携载4枚 AIM-120空导弹，根本比不上 F-22内置弹仓，动辄可挂载8枚以上的空导弹。虽然 F-35内置弹仓4枚的载量可以应付小规模冲突，但若进行规模较大的空战，就很容易落入弹数不足的窘境。因此，洛马公司就针对性设计了一种新式武器架 Sidekick， 可使 F-35A 和 F-35C 多带上2枚导弹，从原先的4枚加到6枚，增加了50%的携弹量。不过 Sidekick 不是扩大弹仓，而是更合理使用了弹仓空间，因此在载弹种类上也仅限于多带2枚 AIM-120这种弹径较细的空导弹，粗壮的炸弹仍然无法装。而且 Sidekick 武器架 F-35B 是无法使用，因为内部空间被导风扇所占，武器舱比较小。洛马表示，在 F-35 Block 4升级计划中，可能就会应用到 Sidekick， 而且还会换装上新型中央处理器，让 F-35战机的讯息接收处理能力提升25倍，使飞机的电子战能力得到提高，这样就可以保证战机隐身性的同时，提高 F-35的作战能力。而在航程方面 ，F-35 Block 4升级计划中是打算换装新型油箱的，预计这一改进将使 F-35航程增加25%。目前 F-35A 的航程为2200公里 ，F-35B 的航程为1670公里 ，F-35C 的航程为2500公里。若是换装新型油箱 ，F-35系战机的远程攻击能力将得到大幅增强。而另一个增加航程、增强 F-35战力的方法，便是换装功能更强的发动机。而在美国国会的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预算审议法案中，就有一项要求美空军在2027年以前替部分或全部 F-35机队换上新型变循环发动机，以增加航程、强化执勤弹性，并减少空中加油机出勤率。这也是 F-35 Block 4升级计划的一部分。近几年，由于频繁的部署出勤 ，F-35发动机的妥善率不甚理想，许多零件耐用度不够，尤其是涡扇叶片的抗热涂层损耗过快。光是2021年度就有46架 F-35因为这问题无法出勤。等通过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预算后，就会开始计划换装 F-35A 和 F-35C 的发动机，预计2030年代将 F-35机队全数升级完毕。至于 F-35的新型变循环发动机，目前由普惠和奇异2间厂商在为 NGAD 6代机计划开发变循环发动机，分别是奇异 XA100 和普惠 XA101。2间公司均对外表示，变循环发动机可以在2027年完成。其中，普惠公司还同时兼顾着 F135发动机的升级工作，这是因为 XA100 和 XA101 2款变循环发动机皆不适用垂直起降版本的 F-35B， 因此 F-35B 若是不想拖后腿，就必须升级 F135进行换装。为什么都说变循环发动机好呢？这是因为变循环发动机可自动变化庞通比，即涡扇发动机外进气道和内进气道之间的空气流通比率，这样就可以解决以往大庞通比省油但速度拉升慢，小庞通比拉速度快但耗油的两难问题。我们以 F-35A 为例，据估计，新的2款变循环发动机可以让 F-35A 最大航程增加30%到40%，从现有的2220公里增加到2860公里以上。以上就是 Block 4升级计划的一部分内容，更具体的目前依旧处于保密状态。F-35性能提升已是必然的阶段，但也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：冷却。
在相当大的程度上，先进战斗机的战斗力高低都受限于其热管理系统性能，尤其是像 F-35这样的隐身战机，这种依赖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：一方面是机载的各种电子设备都是需要强制散热降温，一旦散热不足，轻则设备进入特定工作逻辑，降低性能，关闭部分功能以避免硬件损坏；重则直接导致芯片等器件损毁、焊点虚脱，出现各种故障损坏，诱发电气火灾等严重状况。如雷达是战机的关键发热源之一，若是没有冷却能力，等同于失去探测能力，会导致 F-35变成瞎子。另一方面是在飞行员身上，穿着厚重闷热抗荷服的飞行员需要足够大的座舱空气压力、分子筛制氧流量，以维持生命和意识清醒。若是没有足够低的座舱温度，飞行员就很容易陷入由过热导致的驾驶能力急剧衰退，甚至高温晕厥的险境。总之，一架热管理水平不佳的战术飞机会出现恶劣气候环境下适应能力差、可靠性差、维护性差等状况，如高气温条件不允许起飞执行任务，机载设备故障率迅速上升，无法进行地面检测等。苏联的一些战术飞机就是由于电传飞控计算机没有设计冷气通道，在亚热带和热带的夏季部署时，甚至不能在地面进行长时间的飞控计算机开机检测。要知道，飞控计算机设备的核心是大量使用分立器件的模拟电路，本身就易于出现部件故障和电气性能漂移，需要频繁在开机状态下进行检测和维护矫正。那战机是如何散热的？在非隐身时代，战术飞机上可以在机体表面上布设大量的小进气口，在高速飞行中让外界气流冲进机身内部区域，有效实现强力的冷却效果。对于隐身飞机，这些进气口虽小，然而一旦处理不当，只需一个就足以使全机的隐身外形设计功亏一篑。因此，不仅开孔数量和面积要小很多，在形状和位置上也要面临非常苛刻的制约，这都大大提高了隐身飞机的热管理设计难度。所以 F-35 一直以来都是靠霍尼韦尔的 PTMS 系统进行冷却。PTMS 是 F-35 的电源和热管理系统，是从发动机中吸取所谓的气，为战斗机的雷达和先进传感器包提供电力和冷却，属于进气道的热排散。不过，随着 F-35 系统性能的改进，机载设备产生的废热功率也在猛烈增加。F-35 Block 3的废热功率达到了30千瓦，而 F-35 Block 4的废热预计将提升到47千瓦左右，不得已只能将额外的气转向 PTMS， 从而提供更强的冷却效果。但这样的操作是以 F-135 发动机寿命为代价实现的。美国政府问责局审计员在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，对 F-35 发动机征收的额外维护成本已经增加了380亿美元。由此可见 ，PTMS 已经快要满足不了升级后的 F-35 冷却需求。不过，好在前不久举行的第54届巴黎航展上，雷神技术公司旗下柯林斯电力和控制公司总裁亨利·布鲁克斯表示，其正在研发的增强型动力和冷却系统可以为 F-35 带来性能提升，尤其是能够满足 F-35 服役生涯的冷却需求。此前，雷神技术人员曾表示 ，EPACS 系统已经进入实验室测试阶段。根据雷神技术的公开信息显示，该系统由机载空气循环系统、发电机和控制设备以及普惠提供的机载辅助动力装置构成，能为 F-35 提供高于现有系统 2.5 倍的冷却速率，降低发动机工作时产生的温度，从而提升发动机的性能并延长其寿命。它还可以在全机制冷、主发动机启动和应急电源启动方面发挥作用，并能作为 F-35 Block 4的升级套件使用。预计会在今年年底前达到6级技术准备水平，最早将于2024年开始进入工程制造与开发阶段。但火力军觉得 EPACS 替代 PTMS 是要分情况的，即是否更换新型发动机，因为发动机的性能和框架决定了飞机热管理能力和发电能力。对于发动机本身来说，大量的引气会带来沉重的性能负担，因为它能吸纳的空气流量是有上限的，引气越多，能进入燃烧室与燃油混合产生燃气的空气就越少，极易导致风扇、压气机无法正常工作，形成喘震。
喘震一旦出现，轻则剧烈震动，推力急剧下降，重则发动机熄火停车，甚至部件破损断裂。这比推力下降、油耗增高更不能被接受。在发电问题上，航空发动机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。要提取更大的功率，肯定就要向涡扇轴施加更大的载荷，使发动机运转遭受更大的阻力。但是，包括 F119、F135在内的传统构型涡扇发动机已经难以满足未来6代机，甚至是 F35这种经重大改进版本的散热和供电需求，往往需要采用牺牲寿命等代价换来的改进措施，来维持战机的废热回收和供电能力。倒是即将换装的新型变循环发动机，如刚才提到的 XA100， 它采用了非常复杂的3涵道结构设计。最外侧第3涵道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提供大流量的低温气流，号称能达到 F135 2倍以上的废热回收能力。所以，未来的新一代发动机必须具备更为复杂的调节功能，更灵活而且多变的循环模式。尤其是可以提供相当大压力流量，又能保持低温状态的气流，这样才能很好的满足未来新一代战术飞机的热管理和供电需求。但在此之前，在 F35在换装新型变循环发动机之前，在 EPACS 系统没有彻底投入使用前，即使是要牺牲发动机寿命，目前使用的 PTMS 系统依旧不可替代。更换 PTMS 系统花费是巨大的，开发、集成、测试、认证、生产和安装新系统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投资。即便 EPACS 系统完成了测试，但后续还有认证、生产和安装等步骤。而且只要新型发动机没彻底完成， EPACS 系统就无法完美与之交互。与之相比，霍尼韦尔的 PTMS 非常可靠，它在管理 F35 先进技术套件方面拥有良好的可靠性和效率记录。多年来，它经过了严格的测试和实际部署，已经成为一个强大且可靠的系统。保留 PTMS 可确保 F35在执行任务时的高性能标准。其次， PTMS 系统早已深入集成到了 F35的整体设计和系统架构中，与其他关键组件和子系统无缝交互。这种经过验证的集成是 F35能力的支柱，贸然更换或许会损害其作战效率，而且保留 PTMS 还可以避免多年的广泛、高度复杂的重新设计和重新测试工作，从而防止因采用完全不同的系统而可能出现的代价高昂的延误。最后， PTMS 系统专门针对 F35进行过精细优化，在配电和热管理之间实现了完美平衡。这种优化对于飞机的最佳性能至关重要，能始终确保 F35航空电子设备和计算系统的完美运行。比起传统系统，PTMS 为 F35减轻约1000磅的重量，战机长度节省约10英寸，可靠性显著提高，节省了 F35的生命周期成本，能集成电源，为 F35主发动机启动、辅助和应急电源需求提供电力，同时提供飞机热负载的热管理。况且 PTMS 背后还有霍尼韦尔公司的专业知识和支持。霍尼韦尔对 F35项目的贡献不仅仅限于提供 PTMS， 凭借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数十年的经验和深厚的专业知识，霍尼韦尔已成为在全球范围内为 F35提供支持和维护服务的宝贵合作伙伴。所以在没有绝对把握前，保留 PTMS 是最明智的选择，可确保 F35无论部署在何处，都能确保霍尼韦尔为其提供最佳的维护支持，避免出现由于更换而导致的不可预见挑战和风险。总之，更换 PTMS 系统牵扯太多，牵扯到了热管理系统中热量的收集、传递、排散等方面的技术问题，如何高效进行热量收集、传输与排散技术，以减小 F35战机的代偿损失；如何提高热管理系统的控制精度、响应时间，以满足未来战机综合热管理系统的控制要求。目前 Block 4升级的完整列表仍然属于机密，并且可能仍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变化。但通过刚才的讲述， F35性能正在不断变强大，它仍是美国战斗机机队的基石，是未来美国威慑对手、为国家及其全球合作伙伴提供关键优势的战机。好了，关于 F35的热管理系统和它的 Block 4升级计划，大家有什么补充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再见。